如果你已经超过30岁，已经经历过一些事儿，不再满脑子的幻想，但是脚下的路却依然看不清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发愿了。学会发愿，你就能走出阴霾。心不换，物不至，你的人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，前路的空间有限，但尚可拼搏的空间却还大有。能否实现，就是你意识要发挥作用的时候。你的愿力越强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没有信念介入的生活不会发生奇迹。如果你每天只是用头脑而不是用心来生活，你的路将越走越窄。心力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，在你的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的眼前就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哪条路都荆棘密布，哪个事业都困难重重，而真正的人生成就都来自于这些不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普通人不管怎么判断，怎么筹划，怎么比较，都觉得不行的事儿，那些愿力强大的人才能在迷雾中看见自己的使命。在你犹豫摇头嗤之以鼻的时候，真正的行者已经背上了行囊，踏上了前行之路，一次一次的能量积累，一直到顶峰，创造了奇迹。这就是心不换，物不至，是没有理由的自信，没有根据的乐观。信念无法用理性来解释，因为信念的能量级别超过了理性的思维。所以要想破局，要想再发力，那就要发大愿，要用强大的信念去驯服大脑，用正念的力量去驱散心头的阴霾。宇宙有个基本法则，能力敌不过业力，业力大不过愿力，能力就是我们的实力。方法、技能包括各种套路、捷径，业力就是我们曾经创造的价值，帮过的人，积下的恩怨。愿力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向往、原动力、初心和理想。一个人的能力再大，智商再高，都抵不过他做过的事带来的影响。同样的逻辑，一个人做过的事再厉害，都抵不过他的正心、正念带来的影响。守住初心，向往光明，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。这就叫愿力，它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。宇宙有一个基本的投射法则，你发取出的所有东西必会在某时间反弹到你身上。世界就是你信念在现实里的一种投射，你布施出去的任何东西终将会报应到你身上，这就叫愿力。罪福虽有定报，但作愿者修少福有愿力，故得大果报。意思是说，虽然罪业和福报都有其固定的报应，但通过修行善行、发愿修行的人，尽管积累的福报相对较少，但由于其发愿的力量，依然能够获得较大的善果和回报。善愿的力量可以令我们迅速升华。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来历。因为这样的大愿，后来成为地藏菩萨。药师经里面也记载了药师佛发了12大愿，然后成为药师佛的故事。能量是守恒的，您小的时候受的苦难有多大，
您的愿力就有多大。您的愿力有多大，你一生的成就就有多大。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，圣人都是如此。凡夫和圣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您内心当中缺失的部分，就是您发大愿的前置条件。有了缺失，您才会想办法去改变，去弥补。有了动力，才会有愿力。愿力的强大程度取决于你自己的善良之心有多大。愿力的力量是无穷强大的，大到超乎你我的想象力。接下来我们就从愿力系统入手，来调整你的生命状态。一切从心开始。相信的力量。意念力是什么？现状就是什么。所谓意念力，来自于意念层，一系列的意念力就构成了我们的愿力系统。这个愿力系统足以改变整个人的现状、处境以及后面的人生轨迹。你的意念力是什么？现状就是什么。意念力是缺爱，现状就是卑微讨好和糟糕的人际关系，不幸福的婚姻。心心念念的是什么，现状就呈现成什么样子。这就叫心不换物，则物不至。只有不停地念着的，它才来的。不论好坏对错，都是如此。理解了这点规律，接下来就好操作了。如果你希望消除匮乏，那么就把意念力集中在富足上。如果你想远离恐惧，那么就得把意念力锁定在勇气上。如果你希望远离疾病，那就请把意念力聚焦到健康上。事物和能量的运行方式就是如此。宇宙万物都是一种能量波，在以不同的频率在震动。你想和什么东西产生共振，就要去调整自己的频率与之接近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背后反映的就是同频共振的原理。如果还不能理解，咱们换个角度来说，同一时刻我们无法产生两个念头。换句话说，快乐和烦恼的念头不能同时产生，匮乏和富足的意识也不能同时存在，自卑与自信意念更是无法共存。当意念力发生改变，很奇妙的事就会发生，你周围的场景呈现就会为了适应意念而逐步改变。比如当我们带着爱、幸福、健康、富足的想法活着，那么现实世界就会呈现出温暖和光芒，自由和财富。倘若我们流淌出来的都是恐惧、忧伤、嫉妒、愤怒、嗔恨的想法，那么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感受到更多的烦恼和痛苦、贫瘠和疾病。思想是因，现状是果，你种下什么因，就会收获什么果。意念是因，处境是果，你纠缠什么意念，就会呈现什么处境。懂得调频才是关键。用意念力绘制人生图纸，在现实中呈现你现实世界的现状，是你内心世界的真实投射和呈现。如果你的内在世界不整洁，没有条理，那么你的房间办公桌也是乱糟糟的，你说话和做事也是语无伦次，没有章法可言。
如果你的内在世界没有清晰的目标和梦想，那么你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时常的迷茫和纠结。立始于心，聚于心，发于心才有力量。如果是不情不愿的做事，又哪来的动力？又哪来的持之以恒？心不定则事不成，只有心定下来，不断聚焦和审视初心，方能成事。思想的背后就是能量，力出一孔才会威力巨大。如果想法一直变化，力量就是一盘散沙，还谈如何成事呢？要想活得简单快乐，还能成事，关键在于定心。佛道两家强调发愿，儒家强调立志，究其根本，都是为心中种一颗种子，提高一个人的内在动力。一个人的动力无非外在动力与内在动力两种。外在动力由别人指派或命令，多少涵盖迫使之意，自然操控性大打折扣。而内在动力始于自心，发于自心，是我们心甘情愿，自然任尽足，操控性强。因此，如何提高内在动力，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根本。儒家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位圣人王阳明说：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一个有目标的人，心才会定下来，心有志，才会定如磐石，方能坚定前行。心有志，则不被物欲拿捏，简单安宁，方能成事。儒释道三家都在强调内心的力量，重视内在动力。佛家禅语所讲，人来到这个世间，都是随业在转，业力偏重，反而失去了心之所愿。所以只有发愿真切而明确，当心愿之力超过业力，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。真正开窍的人，都是紧紧围绕立志发愿做根本功课，至诚至敬，至真至纯，发大志大愿，方能为自己树立一个定海神针。人一旦有了目的地和方向，自然不会迷路，才是成事之基。用愿力灌顶，以使命导航，身心合一，无论是做人做事，才能顺心如意。愿力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，愿力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。1.1以忠发愿，忠就是忠于自己，就是遵循自己的内心，前提是自己的内心是满满的正能量。正心、正念、正知、正行，有正心才有担当，有正念才能忠诚，有正知才能正行，有正行才能成事。人忠于自己，就是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坚持主见，不做墙头草，心口如一，不做两面人。做一个谨守正心、正念、正知、正行之人。只有忠于自己，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，才能交到知心的朋友。只有忠于自己，面对诱惑，才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。只有忠于自己，才可以坦然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而不改初衷。只有忠于自己，才能使自己朝着既定目标不竭努力。1.2
以道立愿。天地之所以能长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；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就其私。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地厚藏万物。天地没有为自己谋私利，他们在为人类乃至万类提供生存所需要的基础环境，使万物得以繁衍。没有人可以脱离天地而生存，先人后己才能有己，利他利众才能长久，才能壮大，这才是天地大道。所谓的德，只不过是遵循这一规律行事而已，包容一切才是为人做事之大道。1.3以简强怨，大道至简，这也是道家哲学中的一句名言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我们能够摒弃过多的浮华与欲望，立出一孔，方能成事。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成才就是每天不断增加知识，每天学一点，学无止境，才能积多成才。一切的先贤思想、经典智慧、明史心法，都是在开示人们回归内在，回归中心，万法归一。1.4以正言强怨。正言是指说真实有益的话语，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。易经中有云，正言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石，也是实现自己目标的保障。正言能够促进人际间的信任与合作，对于个人的成长影响深远。1.5以正行强怨。正行是指端正自己的行为举止，展现出良好的品质和气质。易经中有云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这句话强调了正行的重要性。正行能够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品质，使他人对其产生敬重。1.6以正念强怨。正念是指端正自己的思想，保持一种正确的价值观。正念还能帮助我们洗净杂念，专注于当下，专注自己的心愿，方能立事成事。所谓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宇宙基本法则，能力敌不过业力，业力大不过愿力。能力指的是我们的方法、知识、技能，包括各种套路捷径。业力是我们曾经创造的价值，积累下的恩怨。每一种行为都会形成相应的生命经验，保持在潜意识。这些经验像种子一样，将在未来机缘成熟时引发新的行为。生命就是这样被业力推动着，愿力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向往、原动力、初心和理想。一个人的能力再大，智商再高，都抵不过做过的事带来的影响。同样的逻辑，一个人做过的事再厉害，都抵不过正心、正念带来的影响。自尽其意，向往光明，是一个人立于世间的根本。宇宙有一个基本的投射法则，你发射出去的所有东西，必会在某个时间反弹到你身上。世界就是你信念在现实里的一种投射，你布施出去的任何东西，终将报应回自己身上。例如，你布施欢喜心，让他人愉悦你，将会收获别人给你的欢喜。
你不施安定，让他人心安，你将得到安乐。相反，如果施加给别人的是憎恨，自己也将被这些东西包围。愿力也叫因果，种什么因就有什么果。我们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必须在此刻开始埋下相对应的种子。躯体只是一个表面，本质是一个体系，一个能量场，时刻都在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。你在想什么？你相信什么？你发出了什么？这些综合起来，就形成一个将你环绕的世界。如果乐观向上，发出去的能量就是积极的，所以你接收到的世界就是美好的。如果怨天尤人，发出去的能量就是消极的，所以你接收到的世界就是阴暗的。愿力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。遇到境遇悲惨的人，假想我们就是他，感受对方的痛苦，尽可能地伸出援助之手，这就是给出正能量的方式。这样的给予，一定阶段后，他们都会一一地回到你的身上。念力的强弱、优劣完全取决念力的正负、善恶。念力就是心的力量，心念越集中，念力越大。所谓愿望，就是我希望做什么，达到什么目的，这是一种在事前的想象和设计。没有人能改变一个人，除非那个人愿意自己改变。如果做事从为众生的幸福出发，则这个愿的力量是最大的。这里面的核心秘密是，做事为自己的，结果力量很小或者无效；做事是发愿为了大家的，则力量大。最大的力量来自发愿为众生，发的愿不同，起心动念不同，则现在的结果会有所不同，而且未来影响会更加截然不同。同样的工作，这三种价值取向却令结果大不相同。有事业和使命价值取向的人回报更多，工作更加努力和持久，成就更大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这样切中要害的话：商业的本质就是思考我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幸福，因为您的愿力，您的善念发出去后，会影响更多人，进而反馈回来，影响您自己的人生。美好的人生来自于一些美好的小习惯。如果你的愿心还没有启动，那么你的事业等于还没有开始。在西式的婚礼中，主持人必会向新人各问一个问题：你愿意娶她为妻吗？你愿意做她的妻子吗？这不仅仅是一种仪式，这是牧师代对方征求一个答案：我愿意。这三个字是极不简单的三个字，其背后是一个人的愿心。愿心恐怕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，因为愿心会启动愿力，而愿力是帮助你克服一切障碍的超级力量。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有两种心态，一个是情愿，一个是不情愿。谁都知道这两种心态会导致做事的结果天差地别。同一个人在这两种心态下，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当一个人说我愿意的时候，他就打开了连接愿力的阀门；当他不情愿的时候，这个阀门就关闭了。愿心可以调制一切杂念，愿力可以激活一切正向力量。
如果你的生命缺少了愿力，你就很难达到成功彼岸，你的人生很难绽放异彩。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是令人敬畏的，大志其实就是大愿，愿力可以调动一切宇宙力量，愿力是如此重要。为了使大家真正认识到愿力对生命提升的意义，接下来我就从以下多个方面来与你探讨愿力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力量。2.1 愿力是调频之力。当你从内心发出一个愿望的时候，也就是启动愿心的时候，你的整个身心就会开始能量调频，以保持与愿心的能量振动频率一致。愿心其实也是一个念头，一个能量波，因为愿心直接根植于心灵本体，它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，它对我们头脑和潜意识的能量杂波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。凡是与愿心不一致的能量杂波都会被自动清理。能量杂波被清理的程度取决于愿心的强度和持续性，愿心越强，愿力就越强，那么它对能量杂波的清理能力就越强。愿力的持久性也很重要，一个坚定不移的初心很难被杂念所动摇，相反它可以持续性的清理与它不和谐的能量。这种内在的清理工作，你可以理解为是愿力完成的，也可以理解为是你的高维能量来完成的。因为愿心连接了高维能量，只有高维能量才有对低维能量的调制力量。愿心之所以会启动愿力，是因为愿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，那就是它很清晰，很明确，它是一个很干净的能量单波。这个能量波要想持续产生能量加持和叠加，你就必须是真心且愿，不能三心二意，否则它就会被其他的意识杂波反杀。当一个愿心完成了能量调频，即扎根于心时，它就会不断得到能量的滋养而发展壮大，直至成真。没有了愿心，就没有愿力，头脑中的杂念就会乘虚而起，兴风作浪。没有愿力的调频力量，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就无法启动，因为他的内在无法形成合力，到处都是分离。一个人的成功前提是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要有清醒无比的愿望，有了愿望就有愿心，有了愿心就有愿力。2.2 愿力是连结之力。愿力是一种内在的力量，愿心有多大，它就能连接到多高的能量和多高的智慧。虽然说我们的自信是本自具足的，但是我们的头脑在我们与圆满自信之间建立了坚实厚重的意识屏障，这让我们牢牢地被限定在了三维度认知空间，也就失去了与高维智慧的连接。只要我们还依赖我们的头脑，还活在头脑编制的三维认知空间，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对生命的主导权，因为我们失去了高维智慧的引领。头脑是依赖于记忆而存活的，头脑的创造力也仅仅建立在它的记忆信息之上。这些混乱的记忆其实就是一些混乱的能量杂波，就是这些能量杂波切断了我们与源头的连接，
然而愿力是我们的心灵本体，也就是我们的源头上发出的能量波。一个坚固的愿心形成的时候，它就脱离了头脑的掌控，并且开始反过来指挥头脑。它发出的能量波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的潜意识，借助于愿力，我们就可以与高维智慧产生连接。高维智慧也是通过我们的愿力把更高维度的能量下载给我们的。实际上，当愿望产生的时候，我们与愿望之间就形成了连接通道。这个通道是无形的，我们要通过这个通道，就必须要靠愿力的推动。当然，这个愿力是否持续存在，取决于我们的愿心是否继续存在。当愿力持续存在的时候，它就会号召其他的一切力量来推动我们达成这个愿望。2.3 愿力是驱动之力。把梦想变成一个愿望，才能连接更高维度的智慧和能量，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可以推动或者拉动我们向着愿望的方向前进。没有这种力量，我们的运动状态不会发生积极的改变。这种力量就是愿力。梦想没有愿力，它就只是头脑的随便想象，它与其他的意识能量波没有任何不同，它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推动力量和力。没有愿力，你的梦想之路基本算不上开始，更不会有驱动力。你的状态相对于梦想而言只是随机运动，在没有获得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力量之前，你只能维持原状。愿力来自愿望端，它就像磁铁的另一极一样，对你产生着持续性的吸引力。在愿力的吸引下，你必然会向愿望靠近。这是一种合一的力量，它是宇宙诞生之初就同时存在的力量，它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内在，而愿力能够把它激活。2.4 愿力是创造之力。如果你没有愿心，那么你的梦想基本就是空想，甚至根本不叫梦想，因为你压根就没有启动造梦程序。梦想的实现过程是不折不扣的创造过程，而对于创造的本质，大部分人几乎一无所知。他们只是知道一些关于如何实现梦想的片面知识，而不知道创造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他们的梦想基本不可能实现。越是复杂的梦想，越不可能实现。创造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高维能量向低维能量的投影，是意识能量向物质能量的投影。只有更高维度的智慧才具有创造力。创造力是相对于低级维度而言的，必须存在维度的落差才会发生创造。一切物质态能量全部来自于意识能量的投影，是我们的意识创造显化了这个物质世界。这个混乱的物质世界只是混乱的意识的投影。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内容都是在无意识中创造的，懂得有意识创造的人很少，懂得发愿，懂得借助愿力完成创造的人很少。很多人的愿望在成真之前就在失望中熄灭了。愿力会引导着我们的意识能量完成有意识的显化，愿力会引发意识能量的和谐共振，在能量的不断叠加干涉中，愿景会逐渐的成像，这就是创造的过程。3.
愿力是如何引领我们走出物质世界的迷宫呢？因为愿力连接了高维智慧，它常常会带给我们来自高维智慧的信息、灵感和直觉。这些灵感和直觉就像穿破乌云的阳光一样，引领着我们去完成创造。没有灵感和直觉，我们很难依靠头脑的探索走出物质迷宫，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如果你身处在平面迷宫中，要想探索走出迷宫的路径，只能靠头脑的记忆和判断。你不可能直观地看见走出迷宫的路径。要想直观看见这条出路，你必须站在平面迷宫之上，即更高的维度上。这个来自更高维度的洞见就是智慧。愿力连接了智慧，有了智慧的指引，这会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物质世界创造出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头脑虽然也参与了创造过程，但却只是一个执行者，发出指令的是高维意识。如果没有头脑的干扰，创造的过程只是一个瞬间的事情。我们在外在所做的种种工作，只不过是清理创造显化的障碍而已。3.1 愿力是贯穿之力。我们自性本自圆满，具足一切。在不同的智慧体系中，对此都有相同的表述。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真相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绝对本身。你可以在绝对这2个字的后面再加上任何你认为最美好的东西，来表达生命的不同面向。绝对自由，绝对丰盛，绝对智慧，绝对价值，绝对幸福，绝对完美，绝对无限，绝对平静，绝对和谐。然而我们为什么生活的世界却是一个相对的世界？我们为什么进入到了相对之境？因为我们有认知，有意识层次，有信念，有记忆，有模式，有思维，有杂念。所以我们的生活有匮乏，有局限，有差别，有缺憾，有漏洞，有制约，有对立，当然还有屏障。我们与愿望之间有坚固的屏障，潜意识就是这么一个坚固的屏障，那里是一个觉知难以进入的复杂能量场。我们很难直接对潜意识进行手术操作，我们只能操控意识表层的能被觉察的信息，但是它的比例太低了。有科学数据显示，每一个当下我们能觉知到的信息只有15至20比特左右，而觉察不到的信息却有1500万比特之多。然而这些黑暗信息几乎完全决定了我们的人生。你要想让自己的命运发生框架性的改变，不改变潜意识是不行的，那里存储着决定命运的源代码。但是潜意识是一个难以觉察的地方，是如此的难以撼动。当我们企图在外在改变什么的时候，总会受到来自那里的顽强抵抗。为了消除来自潜意识的阻力或更多的操控潜意识，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方法，比如修改潜意识代码、信念置换、清理潜意识记忆等方法。这些方法下手的对象就是潜意识，通过不断的做工，潜意识就会产生松动，它的每一丝松动都会闪出一丝缝隙，
让智慧的神性光芒照进生活。生命中的很多奇迹就是这样出现的。生命的一切动能全部来自于绝对源头的支持，那是生命的后台和背景。我们与源头连接的越多，就能获得更大的能量和更大的生命自由度。但是来自潜意识的阻力太大了。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穿过潜意识直接与源头连接，这样就可以避免直接在潜意识上苦苦用功？有的，那就是发愿。愿力可以贯穿一切中间阻隔，就像真正看明白《西游记》的人不多一样，真正看懂阿拉丁的人也不多。阿拉丁神灯中的巨神其实代表的就是人人本自具足的生命愿力，就是上面说的绝对。只要你懂得向他发愿，他就会满足你的一切愿望。而且不管你的愿望有多大有多难，你所发下的愿望会瞬间实现，没有中间过程。不懂借助于愿力的人，一生都在与潜意识纠缠，而且基本都逃不过所谓的命运的安排。潜意识设定好的人生剧本，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很多经典中都或多或少透露了愿力的秘密，甚至发愿就是一种修行法门。3.2 愿力是整合之力。现在人几乎都处于不和谐状态之中，我们普遍认为不和谐的生活状态来自于外部环境的不和谐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颠倒认知。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内在不和谐投射出了外在的不和谐。问题还在于自己，只有更高维度的力量才具有整合力。愿力就是这么一种高维度的整合之力。相同等级的力量无法实现整合，两个吵架的人很难靠他们自己化解怨气。在现实生活之中，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，往往会找一个更高级别的德高望重的人来调解矛盾。如果没有更高维度力量的整合，必然会出现内部消耗。整合什么呢？目标、方法、资源、思路、执行主体等等。如果没有愿力的整合，他们很难保持和谐匹配。你会说，这个道理我懂，而且一直都在做整合工作。发愿其实就是让自己的意愿融入宇宙一体运作之中，让宇宙一体运作来协助你完成愿望。用协助并不准确，发愿后，你的愿望就是一体之愿，你只是一个被推动者，一体会推着你走，你基本是无为的，毫不费力的。当你把神灯中的巨神唤醒后，巨神会安排一切。所以在愿力的整合下，最佳的方法会自动出现，它总是以灵感和直觉的形式直接越过头脑的思维出现在你的心中。最适合的人也会出现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内在投射，一切都是你内在召唤的。有了愿力，你自己根本不需要整合什么，它会帮助你自动整合潜意识和一切外在力量。因为高维能量永远整合低维能量。3.3 愿力是汇聚之力。能量聚焦对任何目标的实现都至关重要，而能量聚焦来自于意识提纯。精纯一念具有极强的创造力，
这就是为什么把目标和梦想变成愿望的原因。愿心所带来的愿力就是一种汇聚能量的力量。愿力通过能量调频，把不相应的意识杂波调制到相应的频率或清除掉，通过整合把各种力量统齐划一，把内耗降到最低，通过连接高维能量，再把能量放大，最后把一切能量汇聚到愿望之上。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。一个人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，这就是最大的贪心。贪心会造成能量分散，如此一来你什么也得不到。贪念本身是一种低频率能量，它只会拉低你的能量频率，并且会分散你的能量。在电影《阿拉丁》中，阿拉丁最终明白了这一点。虽然只有3个愿望，他甚至都没有用完。真正的大智者或大福报之人，一生只有一个愿望，一个伟大的宏图大愿就足以让你的人生大放异彩。这种大愿会调动整个生命的能量来成就你。任何人都有发下大愿的自由，与你的现状无关，与你的贫富无关，与你的地位无关，只与你的心量有关。就像阿拉丁一样，虽然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穷小子，但是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3.4 愿力是关联之力。其实愿望、意图、意愿就是一种战略导向。当一个人有明确的战略导向，他就会自然产生挂钩能力，一切资源或能量体都可能被挂钩，从而被他所利用。当一个人在愿力的驱使下，很多没有意义的东西都可能会被他重新定义而成为可用对象。可见愿力可以轻松地开启一个人创造关联的智慧。3.5 愿力是进化之力。愿力是如何完成进化的？其实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调频、贯穿、整合、汇聚、连接等动作就是内在进化工程的一部分。另外，一个有美好愿望的人怎么可能天天无事生非？他的头脑没有太多机会想东想西，内在继续被染污的可能性就降低很多。内在不断进化的过程就是意识能量维度、能量振动频率、智慧、自由度、觉知力不断提升的过程。表现的外在也是不断走向丰盛、幸福和自由的过程。你能走得多远多高，取决于你的愿心有多大。一个以终极自由为大愿的人会获得最巨大的力量，他的内外进化也会最彻底。强大的愿力会支持他最终走向圆满。3.6 愿力是心之力。愿力在各个角度、各个维度上对我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或许你已经感觉到上述所讲的各种力量都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。实际上，我们无论怎么强调愿力的重要性都不为过。它是一种终极强大的力量，而且非常容易被启动。愿力强大的程度，唯有爱的力量能与之相当。千金难买我愿意。从今天开始学会去说我愿意。当你不得不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不妨对自己说我愿意去做，
你的抵触情绪会一扫而空，而且会爆发出巨大的创意和创造力量。另外，学会把人生的梦想或阶段性目标转化为愿望。可能你会问，怎么转化？问问你自己的内心吧。怎么转化？不取决于你会不会，只取决于你愿不愿。心愿是生命开出的花朵，生命必会帮你达成。心连接着你和生命本身。老子说，死而不亡者寿，就是他死了，却让人们记得他，因为他心量大。比如唐朝讲李杜，李白是神仙，杜甫是凡夫。怎么跟李白并列？因为杜甫说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杜甫很穷，但心量太大，想着天下苦难苍生，所以人们记住了杜甫。所以心量要大，心量大很重要，不要局限在小地方。所以修行的第一步，先修心量大。最好的方法是去为大众服务，越是城市众生的地方，脏活累活要抢着去干。能力敌不过业力，业力大不过愿力。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，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。你若想被爱，就先去爱人；你期望被人关心，就先去关心别人。你要想别人对你好，就先对别人好。赚钱不是目的，赚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，去体验想体验的。工作不是目的，工作可以是幸福生活，实现自我成就的途径。就像是老板的需求不一定是客户的需求，客户提出的需求不一定是他真实的需求。不迷于账，破账。个人成就的多少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，是看你真的做了什么事，利益众生了吗？做了多少？能影响多久？愿力越大，成就越大。很多人想你变得更好，而你更好了，也能让世界有转变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才是的愿力的运作。帮助自己的唯一方式是帮助他人。愿望对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抵抗的吸引力，我们都渴望与梦想合一，去享受合一带来的快感。愿力的驱动力量来自于我们的内在，它比任何一种外在力量都要强大。最重要的是它不会枯竭，而任何外力随时都会消耗殆尽。只要愿心还在，愿力就无法被撤销。它在更高的意识维度上支持着我们对愿望的创造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这是一种愿力。起心动念皆是因，当下所受便是果，这也是一种愿力。发大愿，受大难，成大果，这更是一种愿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发愿增福，愿所有人福报和智慧无量增上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